我们眼前的这些石头，每一个都巨大无比，不管是人亦或者车，在这些巨石中穿行，都显得那么的渺小。这里是中国边境小城的一处奇景，这里被称为草原石城。在中国新疆西部最广阔的草原上，忽然出现了一片近300平方公里的巨大花岗岩岩石群。这些花岗岩由于成千上万年的风化和雨水的侵蚀，变成了现在的样子。走在这些巨石群中，仿佛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花岗岩的造型也是各种各样，有很多花岗岩都能显现出人脸的模样，更有花岗岩能看出各种动物的造型，有的像一只神龟，有的则像是猿猴。可能很多朋友觉得一些大石头没什么可看的，但是当你身临其境，走进这片巨石阵中，你就能感受到其中的震撼。这个草原石城位于中国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这个县城和哈萨克斯坦相邻。在吉木乃县也有一个国门，我们也前去探访了这个连接中国和哈萨克斯坦的口岸。下面就跟着文涛和狒狒开始今天的旅程吧。我是狒狒，我们已经在新疆的塔城待了快1个星期了。那今天我们开车离开了塔城，沿着我们国家的边境公路国道219继续一路向北去阿勒泰地区。在塔城待的这1个礼拜我们真是过得相当惬意，每天在城市里悠闲的吃喝喝转一转但是呢，这一次还是有2个计划中的旅行目的地没有去到。一个就是我们中国的那个小白杨哨所，大家都听过那首歌一颗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那个小白杨哨所在玉民县那边，我看了一下路线不是很顺，我们从塔城去阿勒泰是沿着219一路向北的，而小白杨哨所要一路向南，并且很远，大概是个130多公里，就是来回需要将近300公里，不太顺路。所以这个点儿我们等以后如果去伯乐的话，去亳州我们再去。那另外一个就是巴克勒图的口岸，那我们在塔城这几天其实离巴克勒图口岸特别近，就15公里，但是现在呢口岸那边暂时也不能过去，因为离边境太近了嘛。所以呢，我们就留一点点小遗憾，等到我们下次如果还来新疆的话，把这些没有去的地方再补上吧。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正式的开上了这个219国道。219国道在新疆的这边，就全程沿着这个边境线呢，其实不只是新疆这边，从云南开始到西藏到新疆，一直都是沿着边境线的。所以呢，很多人都说这219国道以后一定是超过此生必驾318线的，成为我们国家最美的一条景观大道。现在正沿着国道219去吉木乃县的路上，今天这个天气，刚刚出塔城又开始下雨，下了整整一天现在已经是下午的快6点了。我们距离吉木乃还有100公里，导航说需要1个半小时，这雨又不带停的呀。其实2次还很漂亮的，我们国家的边境风光全是这种草原，远处呢还有山坡，但是不能下去拍照，也玩不成，一直在下雨。牛太多了路两边都是牛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木乃县。吉木乃县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边陲小县，在我们国家新疆和那个哈萨克斯坦的边境上。吉木乃县虽然不大只有3万多4万人口，但是却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除了我们所熟知的吉木乃口岸之外这边这2年有一个特别就新兴的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区，叫做草原石城景区。这个景区在吉木乃当地包括吉木乃南边的塔城地区都是非常有名的草原石城景区。那现在我们就开车去草原石城玩一下。现在我们走的这条路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边境公路219国道。现在外面完全就是我们草原风光。我们从那个县城出来后不久就进了山了，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外面的场景。我
我们现在在去景区的路上，草原狮城景区目前应该是个4A 的景区。现在我们离景区也就剩下1-2公里了，就一直在这种山路上绕，但是风景超级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草原狮城景区了。刚才我去那个售票处买了2张票啊，这就是门票，一个人是45的价格是门票加区间车票。2个人就90，但现在因为已经到淡季了，游客特别少，它区间车又没开放，只能大家就自驾车进去，自驾车也不额外收费用，我觉得挺好的。刚才里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说，我们自己开车进去，最远可以开11公里，沿途有那种停车点都可以拍照玩。是，我觉得还可以哈，对，挺好的，价格不算很贵，这毕竟是一个4A 景区嘛。我们现在已经开着自己的车进入景区了。景区因为人太少了，那个工作人员说半天都凑不够几个人，所以它区间车又没开放，让大家直接自驾车进去。他说自驾车进去玩的还比较尽兴一点，但是呢，区间车票还是照样收了我们的。刚一进来那一点的巨石太震撼了啊！对，大石头太大了。车开进来呢，说是能开10多公里。他们这个景区实际上是规定是8点就关门了，但是8点应该是停止入园时间吧？我们刚进来的时候问了下面那个工作人员，他说出来的时间没有限制，就差不多你看天黑下来就行了。是的，不管。哇，这会儿天慢慢晴了，还不错哎。是的。这全是盘山路啊。对。其实我觉得景区游客少的时候，完全可以自驾车进去哈。大家游客玩的方便点，景区也不用再花钱了。我很少见这么大的。哇塞，哎，这好壮观啊！对。这左边这个，这全是花岗岩啊！你看，是的，这么大的，哇，各种超大块儿。这会儿天终于放晴，我们运气挺好的哈。今天天气一直都是不太好，这会儿终于蓝天白云了。这个石头超大呀，感觉几百吨、几千吨了。这石头巨大。我和狒狒找了个停车带，把车停下来。这景区就我们2个人，空无一人啊，感觉。你知道吗？这个景区的面积是260平方公里。平方公里。对。核心区域呢，说是有60平方公里，也是相当大的。对，我们现在把车开进来呢，这个景区目前也没有看到明确的指示牌，但是呢，它就一条路，倒也不会迷路，是，就顺着这个走呗。刚一进来，哎，你看那个像个乌龟一样的，是吧？哎，对呀，所以让大家停那儿看的哈，就是乌龟，一个巨大的一个乌龟头哈，还有龟壳什么的。我们就是把车从那边开过来的，因为这是一个单行道哈，所以呢，它旁边就是修了很多这种停车带。大家有什么想玩的、想拍的，把车停下来，停完了继续往前走，就没有回头路。一会儿我们往前应该是一个环道吧，对，出去了。是的。它这边也修了这个步行的栈道哈，对，可以进去拍照啥的。你说人这个运气哈，有时候就是这么的好。今天呢，我们出门那会儿就开始下雨了。我说呢，今天我们到那个草原狮城景区可能啥也看不着。结果呢，就在我们进景区大门之前还在下雨，雨刮器都没带停的。一进景区，豁然开朗，看这个天气，哇，太漂亮了！我怎么感觉拍出来的没有我看到的蓝呢？我把人空出去，看看这个天空。景区
区修的路还是相当不错的，虽然窄了点，但是路挺平。你看我们前面哈，我们又开始盘山了，这个路就是起起伏伏、上上下下，一直在这种山中间去走。有一点特别难能体会啊，这个石头感觉都是一块大落了一块大，特别的哇，太壮观了这点儿，跟前面啊好像那个毛虫啊，对，是吧？对的，一个前面一个头，后面它的身子分成几节。我跟狒狒找了个停车带，又停下来看一看。哇，那边那个石头啊，狒狒说像一个毛虫，像吧？有点像。我感觉那个石头它以前好像是下面好像被切割过一样。不，我跟你说，它这边那个石头哈，对，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一块，它以前都是一个完整的大块。对，它全是完整的大块。你看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一片，其实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山坡。但是呢，因为这边的那个，首先它温差很大，对，另外呢风也很大。在这种就是就是这样冷缩下，另外就是常年狂风刮着，对，还有这边经常暴雨去冲刷，它慢慢形成现在这个样子了。不是说它最开始就是这样子一块的，就慢慢的去形成的。那它以前都是那种巨石啊，真的是巨石啊，几万吨的重量。对，很像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没有完全炸开的那种哈。对，这个就是稍微它能完整一些。对，一整块石头啊，这也太大了，这石头。我们现在顺着这个石板路往里面走一走哈，它里面的那个大石头其实都是这种，你看哈，这就是花岗岩嘛，这种石头呢，如果说再过上若干年哈，它可能会风化成那种小块小粒小渣渣，就是我们盖房子用的那种沙石，就是那种我们叫沙子，及河道里面也有，但是其实这个风化之后跟那个是差不多的。我们看里面它那个石头的纹理啊，都跟这块就是一样的。这地方真的是太神奇了，我没有见过在一个260平方公里的地方分布着全是这种大块、超大块的花岗岩。我们现在就随便找了个停车带把车停下来了哈，你看我们眼前的这块石头，这个少说应该最少在20米。你看它这个层高就能看出来，起码是在6层或7层楼那么高了。而这个景区哈，比这个大比这高的太多了。只是我觉得这块比较垂直一些哈，看着比较险峻一点。而我觉得这石头我们只能看到它表面的，现在土下面哦还有好大的。对，就好像切片面包。狒狒说这块巨石啊，像是钢铁侠面具。我说这块巨石像切片面包。大家来投个票，然后是我一会儿给大家设置一下。我们现在开车又往景区的深处走了几公里哈，这边的景观呢跟刚才又不一样了。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花岗岩，大多数都是那种球状的花岗岩，那到这个位置呢，石头已经变成了这样子分层的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山顶的风比较大吧，你看这边石头明显就是那种风一下扫过那种痕迹，它顶上特别的平，并且呢这边有那个流水侵蚀嘛，刚才我们车都过了一段涉水路，这边呢因为流水的原因呢，这个石头的就这个位置它特别的平，然后那个位置全部都分层了，已经有点风化了。然后我们看到那个山上那个石头感觉非常的危险，你看它头超级大，跟地面连接的部分就剩下窄一点点了，看着还是挺惊悚的哈，这点。对，感觉随时都会倒下来一样。哇，我们今天太幸运了，我们在这个吉姆乃石头城景区，竟然发现了，我们看到了七彩祥云，你看，太幸运了吧！七彩祥云啊，我刚刚往那边瞅了一眼，我以为看到凤凰了，你看，超像凤凰，太漂亮了吧！我感觉你说看到七彩祥云比看到彩虹还要难啊！哎呀，今天运气爆棚了，太美了，真的像凤凰啊！这会儿刚好是晚上的8点多，快落日了。你看这个，没办法用语言去形容了。
测哈，大概就是个11、12公里。我们连玩带拍摄，大概也就用了1个多小时吧。其实我觉得自驾车进来的话，比那个驱缘车效率高多了。驱缘车老是等人，但是游客一多的话呢，里面毕竟它停车带比较少嘛，停不了那么多车哈。游客多的时候，旺季我估计它还是驱缘车接送大家的。我们现在已经从草原石城的景区开出来了。其实我觉得淡季来景区玩还是玩得特别开心的。游客很少，而且可以开自己的车进去，不用坐他们的区间车。虽然吧，门票也没有打折，还是执行的旺季的价格，但是今天一天整体玩得非常开心，主要是天公太作美了。我们在路上一直在下雨，到景区哗一下晴了，超开心。现在我们继续沿着这个219国道往县城里去哈，从这儿到县城是41公里、42公里吧，导航说需要45分钟。其实呢，吉姆乃县城的住宿还是挺贵的，因为首先它是一个边境线嘛，稍微偏远一些。第二个呢，县城的规模也有限，里面的酒店不是很多。在旺季的时候呢，听说就是夏季的时候，听说吉姆乃那边的酒店都在300-400块钱了，最少啊，最便宜的，贵的还有700-800的。那我们现在淡季住就比较开心了，现在酒店才150到200之间吧，都有。狒狒来到了吉姆乃，刚加完油，现在准备吃个饭。哇，这边天都已经黑了。拌面大盘鸡，好久没吃大盘鸡了，在北疆吃个大盘鸡。我跟狒狒在新疆很久了，都没有吃大盘鸡了，今天决定再吃一次大盘鸡。最近在新疆的时间也不多了哈，我们准备就出疆了。对，我们到了北疆之后啊，这个天气是急剧的变冷啊，现在。是的，要一个大盘鸡。哇，好香啊，闻起来。北疆大盘鸡都挺香的哈，我觉得新疆大盘鸡、南疆、北疆都挺香。怎么样味道？不错，主要是饿了，今天晚上太饿了。我发现这个大盘鸡有个特点啊。它这个里面最底下随了一个馕，把馕切成小芽，哎，挺好的，蘸满汤汁。吃完之后呢，还可以再免费加一份面。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可以泡馕的大盘鸡啊，哈，以前都没有见到过。太好吃了，超入味儿。它是把馕铺在盘子底下，是把汤汁浇上去，所以超入味儿。是因为饿了好吃，还是确实好吃？确实好吃，这个味道真不错。狒狒说加点辣椒，老板这辣椒啪啪啪放好多。但是不辣。新疆的辣椒都是香多一些哈，辣少一些，挺好的。我们俩今天是累了一天了，哎，开车开了600-700公里，终于加好油吃个饭，一会儿去酒店睡觉了就。在新疆吉姆乃县，除了草原石城，另外一个有名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口岸。吉姆乃口岸是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一个陆路口岸，东部和哈萨克斯坦的东哈萨克斯坦州接壤。在历史上，这里就是有名的通商口岸。无论沙俄时期、前苏联时期和现在的哈萨克斯坦时期，这里都是连接中国和中亚的一个重要交通枢纽。这个县城虽然在祖国的最西部，但是城里面也是井井有条，高楼不多，一切都显得很整齐。口岸附近的商贸城则建设得非常气派。下面我们一起看看这个中国边境的城市——新疆吉姆乃县。大家好，我是狒狒，我们现在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吉姆乃县。吉姆乃县也是我们国家西北边陲的一个边境小城。这个地方呢，比我们前段时间去的那个塔城啊，那边人口还要少，县城的规模也比较小。这里呢，全县就加周围的乡镇村庄，一共只有
3.7万人口。那我们现在准备在这个县城里吃个早饭。那今天的计划我们要去那个哈巴河县了。去哈巴河县之前呢，我们准备去吉木乃的口岸国门那边看一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计划。那我们先去吃个早饭吧。这会儿是早上的10点半，因为时差的原因呢，新疆这边吃早饭一般在9点到11点之间吧，比我们那边晚一点。那我们现在在大街上看一下有什么吃的，因为吉木乃县城说实话比较小嘛，它那个吃饭的馆子也比较少，另外也比较分散。我们刚在这儿走了几十米没有看到，咱从前面那个友谊路那儿过去，那个应该是个主干道。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吉木乃的县城哈，很干净漂亮，小是小了点儿，但是人也少，也不拥挤。看哈，这边那个奶茶店和糕点特别多，因为吉木乃县啊，主要的民族就是哈萨克族，占到总人口的64%，汉族是33%左右吧，这两个加起来就97%了。哦，这是当地的一个早市啊，好热闹。玉米，咦，这玉米不错哎，10块钱6个。洋葱，看一下这边的胡萝卜，好新鲜啊，都是带着那个叶子、带着泥巴的这种胡萝卜、大蒜，挺多的主街道，别地儿人不多，但主街道这边挺漂亮，人也挺多的，挺热闹。这个县的人其实不多，3万多，但是大部分都聚集在这块儿了，所以这儿显得热闹点。但你往那个主城区外面稍微走走，全是空的。对，我们在加油那儿感觉跟郊区一样，其实是在县里面的，对，人特别的少。我和涛哥呢，在这个吉木乃县转了一圈哈，发现最繁华的就是这个路口和下一个路口。这条路叫友谊街，两边呢全是这种商铺，卖衣服的、卖鞋的，还有这种运营商啊、卖手机的，然后这个中国邮政还有新华书店全部在这条街上。那另外就是我们身后有一个吉木乃的农贸市场，同时呢那个里面也是国际商贸城，因为吉木乃大家知道它是一个我们国家和哈萨克斯坦之间通商的一个一类口岸。一类口岸就是说人呢和货物都是可以通行的嘛，所以呢这边的这种国际贸易也是非常热闹的。但这个商贸城呢，现在好多人在里面买菜，我们就不去排队了。走，买2个瓜。买了2个瓜。多少钱？这2个瓜是10块9毛，然后老板说10块。新疆真的是哈，小数点后多少都给你舍掉了。当时我给老板付了11，本来都10块9毛了，我实在不好意思付10块钱。对。商贸城这正在建的。我现在已经进来了这个吉木乃的边民互市交易市场。这个市场的设立呢，就是为了方便两边的这个贸易往来。大家看我的身后有一个大厅，叫做中哈互贸免税交易大厅。这个里面的商品基本上都是免税品，很多东西比我们在国内的商场去买要便宜很多。国道219，中国最美边境风景道，新疆。吉木乃欢迎您，边民互市。我本地人不理解。哦，大哥，您是什么民族？汉族。汉族，本地好像哈萨克族多。哎，对对，这个现在70%了。对。哦，这个市场还两边都有啊。对。A1、B1。大哥，这里面主要是食品哈。食品红酒。哦，红酒是格鲁吉亚的吗？都有，俄罗斯、欧洲的。俄罗斯的也有啊。哇，这个有套娃呢。俄罗斯套娃，哇，这个1、2、3、4、5、6、7、8、9、10，10个娃。1、2、3、4、5、6、7、8、9、10、11、12、13、14，这14个娃。我在这个边贸市场里面转了一圈，也不知道买啥，买了一兜兜吃的，都是零食。吉木乃旧的边民市场对面就是新修的吉木乃国际商贸城，哇，这个太壮观了。但现在呢，里面还没有装修完。大家可能明年来的时候呢，这里面就跟霍尔果斯那个口岸的商贸城一样了，全是免税品。
从吉木乃县城开车去往吉木乃的口岸，县城到口岸大概是24公里，全程沿着这个是省道，沿这条省道过去，大概开车也就是20多分钟。我这个一路上风光好漂亮啊！虽然现在草有点黄了，但这个树还是挺绿的。现在距离口岸还有15公里，这会儿有一个边境检查站。哦，这还有一个村子啊，夏尔河特村。这个应该是，吉木乃这边的中哈边境第一村了。这离边境超近，10多公里。我们刚刚已经通过了边防检查站，那个检查站主要就是查身份证和边境通行证。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想去吉木乃口岸看的话，不仅是吉木乃口岸，我们中国很多种边境口岸都是一定要办理边境通行证的。那现在我们已经过了边境检查站了，距离口岸剩下10公里了。限80，我发现我们国家边境这边路修都很好啊。哇，我们已经看到国门了，哈哈。这个是我这一生见过的第6个国门了吧？现在我们距离边境线只有800米了，前面已经可以看到国门了，就是那个白色的建筑，很漂亮的建筑，上面飘扬着国旗的那个地方。哇，从今天这个天气很好啊，能见度很高，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对面哈萨克斯坦的风光了。因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一块呢是兵团第10师在管嘛，所以这个路名都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走这条路叫戍边路，另外呢跟这个平行就靠左边那有一条路叫做屯垦路，然后这边还有国强路啊，这种就是非常有这种爱国的那种边境色彩的。越来越近了，越来越近啦！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木乃口岸现在距离我们只有100米了。车好像要停在这边哈，出境入境，以前可以出入境啊。对，吉木乃口岸是个1类口岸，以前不管是那个每年的往返人次，还有货物吞吐量都是相当大的。我们现在终于来到了吉木乃口岸的前面，看到了我们的国门。哎呀，这个跟我想象中的还是有所差距的，比我想象的更要壮观很多。因为我们在新疆呢，其实也见到很多地方的国门，像红旗拉夫呀，还有霍尔果斯啊，还有这个吉木乃啊。这边呢，我感觉整个看上去，因为它的周围没有山嘛，比较平，所以看上去特别的宽广和辽阔。吉木乃口岸啊，历史非常的悠久，在民国初年的时候啊，这里就是我们中国和当时的俄罗斯之间的6大通商口岸之一。那距离现在呢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我们国家15和25建设期间呢，这个口岸是当时新疆就是货物吞吐量最大的一个口岸，当时从这里进出口的贸易额是占到整个就全疆的40%，可以说是相当大了。但是呢，在1962年哈，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吧，中国和前苏联呢就把这个口岸给切断了。这个口岸从此之后沉寂了30年，一直到1992年，中国哈萨克斯坦2国才重新商定，把这个口岸又打开了。这个口岸呢，从那时候开始作为一个1类口岸，人员和货物都是可以进出往返的。但是呢，经过了30年的沉寂之后哈，这个口岸即使后来重新开放了，它的繁华程度却不复从前了。因为在这30年间，有很多事情都改变了。中国哈萨克斯坦之间的边境贸易最大的口岸变成了霍尔果斯。这个口岸呢，现在依然有那个人员和货物的流动，但是呢，它的这个整个的量级都是没有以前那么高了，在下降。现在哈，我发现这个国道219沿线整个都在搞旅游。你看这边也有这个219中国最美边境风景道吉木乃口岸站。现在这条国道沿线全是这种，就很像此生必驾318那种的。整个219这款旅游也在做起来了。我们现在往国门跟前去走一走，那边有隔离的地方，我们走到那跟前就不过去了，走去看看。我们现在呢往国门跟前去走一走，看到左边这里是旅客入境的一个通道，这边就是旅客出境的通道。两边呢这个铁门上面也写了入境和出境。
那现在呢，货物是可以流动的，人员不能出去。我们再往前面走走，可以近距离的看一下我们的国门。哎呀，真的好近啊，是吧，涛哥？你看我们现在站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看到对面哈萨克斯坦他们的国门了，就在那2个蓝色的尖顶建筑物中间，那是他们的国门。然后中间这一片就是一个大家工作的一个区域，缓冲区嘛。太近了哈，我们从这可以看到对面的建筑物。再一次跟对面的国家离得这么近，感觉还是挺激动的。我们又来到一座新的国门，打卡了，解锁了一座新的国门。我们现在来这边看的话，因为这边没有开放，但是还在建一些楼啊，商贸城都在建。这边商贸城也挺多的，我们看到那边还有俄罗斯的商品什么的，是吧？涛哥，你知道吗？其实最早的那个边民护士就在这个位置哦，就在那边广场那块儿。对。但是后来呢，也是为了吉木乃县人民这个购物的方便嘛，把这个市场往咱们内地推了24公里，推到了现在的这个县城里面，县城边缘上的。这个国门哈，距离我们的吉木乃县是24公里，距离哈萨克斯坦的那个城市叫斋桑60公里，所以说呢，离两边的城市都算是非常近的了。你看哈，现在这个国门旁边还是建了很多这种进口商品这种直供中心，这边全都是免税区嘛，所以里面东西也比较便宜。不过呢，现在就是货不全。哎呀，刚才我们嘴上说着不看，脚步却是诚实的哈。这会儿已经溜达到这个商品直供中心门口了，它这门口写着内有俄罗斯商品，里面应该东西挺多的。没有人啊，就我们几个。哎，套娃，你看，各种各样的套娃，这种小的应该套了5、6个吧，大的能套10个。10套的，老板说。老板，这个蓝色这个是几套的？10套。这多少钱？165。165啊。哦，这是鹿肉罐头。鹿肉，我怎么看成骆驼了？鹿肉罐头。这是果酱吗？哦，这是鱼子酱。酸黄瓜。这个多少钱，老板？125。鱼子酱，哎，这看着不错哎，想买一个吧。放面包上吃。酸黄瓜我不吃，那个太酸了。挺多罐头的还有。我们又再挑了半天，挑了个燕麦酥。蛋卷。对，蛋卷、燕麦酥也都是吃的。巧克力，因为我在那个边民护士那儿买过了。对。就是吉木乃县城那个，你给我买那个。对。另外这边就是俄罗斯的糖果了。买点吃的吧。谢谢老板，拜拜。没事。买点吃的。车里我在那个边民护士还买了好多，我们现在车上有好多这种进口产品了。吉木乃这一套没有白来是吧？对，这套就得胖5斤呀。看，盘旋的飞鹰。哇，这边真的好多的鹰哦！我们刚才一路都过来看到好几只鹰在这边。还有一个鹰，它在那个国道的中间黄线上待着，我们走到跟前突然起飞了，吓我们跳。是的，哇，这边鹰太酷了，就在这边盘旋啊！这也没老鼠啊，在这盘旋什么呀？